六儿，你还敢来这里？真是可怜呐！在这里被关的已经疯掉了，连自己是冒充的六耳猴都忘了。俺老孙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如今修成正果，是三界响当当的斗战胜佛，你不过是只供人吸取灵韵的可怜虫而已。你再怎么篡改，都改不了你是个冒牌货的事实。你说谁是冒牌货？你才是真正的冒牌货！你这六耳猕猴嫉妒俺老孙的威名，千方百计的想要取代俺老孙，穿着别人的衣服，用着别人的名头，连自己是谁都不敢承认，到底谁才是可怜虫？你给我住嘴！你看，假的始终是假的，再怎么样都变不成真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在世人面前，我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威风凛凛的斗战胜佛。你那些猴子猴孙可是对我亲热得很啊！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放着好好的斗战胜佛不当，非要和佛门对抗，是不是当初五指山下500年把你脑子给压坏了？最起码不用当狗捡别人不要的骨头。好，很好，喜欢逞口舌之力，那么你就好好看着，你不愿意当的斗战胜佛，我来当。你不愿意杀的妖，我会提着他们的头来见你。你一心庇佑的花果山，我会用着你的灵韵杀光每一只猴子。我所做的一切，苍生都会认为是你孙悟空做的，他们只会唾骂你，说你孙悟空丢掉了骨头，成了佛门最臭名昭著的一条狗。六耳猕猴，带俺老孙出去，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哼，出去？你怎么还在痴人说梦？谁能救你出去？你的下场就是待在这里，看着我所做的一切却无能为力，做一条可怜巴巴的狗，是吗？这声音，大师兄，真的是你来了吗？你是何人？胆敢擅闯灵山重地？将死之人不必知道我的名讳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可是六耳猕猴，善灵音，能查理，知前后万物皆明。只要我想知道的，三界之中就没有人能保留秘密。你可以试试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什么来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的天赋神通从未失效过。你到底是谁？这是什么威压？仅一瞬就让我灵魂都在颤栗。三界之中竟然还有这般恐怖的存在！我不是对手，必须要去找佛祖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敢对我动手？你知不知道这是灵山？这里有3000佛陀、108罗汉、36位菩萨，还有我佛如来坐镇。一旦我死了，那么你和这只猴子也必死无疑。说完了吗？什么？说完了，那就去死吧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悟空，大师兄来晚了。大师兄，是俺老孙本事不济，遭了这帮秃驴的算计，俺给师门丢人了。傻猴子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在师兄眼里，你永远都是方寸山那只善良淳朴的小猴子。你放心，你身上遭受的每一分欺辱，我都会一笔笔帮你算清，我会让他们千倍万倍的偿还。大师兄，在这之前，先跟师兄回方寸山，师弟们和师傅，大家都想你了。大师兄，俺也想你们，俺也一直想回方寸山。既然想，那就跟师兄回去。不，俺不能回去，不能跟你们回去。俺如今已经成了废人，更不连累你们。同门之间何来连累？你就是太要强了。况且，我们方寸山只是隐士，不代表别人可以任意揉捏。大师兄，你不懂，你不知道佛门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存在。他们不仅仅是如来。今日我要带你走，这三界之中，谁也拦不住。大
兄，走，我们回家。是谁竟敢劫走灵山重犯，闯我佛门禁地，还不速速就擒，更待何时？孙悟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身为佛门子弟，居然还敢勾结外人，破坏灵山重地，妖性难驯，罪孽深重。让你在此处赎罪，居然还不思悔改！你们两人什么时候有这般实力了？这还得感谢你的灵韵，灵明石猴的灵韵，效果确实非凡。我师弟受尽千年日月精华，乃是天地造化，灵韵效用自然不必多说。只是你们二人再也没有机会享用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想带走孙悟空，得问问我们同不同意？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死到临头了！狂妄！吃我一招！皮肤撼树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剑就斩了我的本命金龙！没什么不可能的，吞了多少灵韵，全部都给我吐出来吧！我的灵韵！杀人者：灵台方翠山、斜月三星洞、李长申。走吧，师弟，回家。大师兄，你瞒得俺老孙好苦啊！我瞒你什么了？你实力这么强，为何俺老孙一直都不知道？你当年来的时候，只不过是一只懵懂的小猴子。我入师门不知多少岁月，这点微末道行，又有什么好在师弟面前炫耀的？况且你当初一门心思都在那长生不老之术上，半夜三更偷偷跑去找师傅学那72变和筋斗云，哪里有功夫注意我们这些师兄？什么？师傅半夜传我功法？原来你们都知道。难怪俺老孙学成之后，有心在你们面前摆弄本事，你们一个个都只是笑而不语。原来都在看俺老孙的笑话。丢人！这下丢人丢大发了。俺老孙好歹也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竟然……你是我们盼了不知多久才盼来的小师弟，我们疼你喜欢你都来不及，又怎么会笑话你呢？到了。悟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到了，进去看看吧，师兄们可都在等着你呢。大师兄，我真的能回去吗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当初师傅不是将俺老孙赶出师门了吗？还说不许提及他的名讳，不然就要将俺老孙扒皮抽筋，灵魂贬入九幽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师傅只是让你下山之后不要提及他的名讳，可没说不让你回方寸山啊。什么？再说了，你当初学了些本事便心高气傲，师傅的本意是让你下山去闯荡历练，磨磨你的性子，而不是真的要将你逐出师门，让你再也不要回来。原来是俺老孙错了。俺老孙出去之后，一直想要做出一番大事业，成为三界响当当的人物，好让师傅替我骄傲。你做的那些，师傅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一直都为你骄傲。这些不是你的错，师兄说了，你承受的那些，师兄会替你全部讨回来。走吧。大事不好了！大事不好了！放肆！大雷音寺乃清净佛土，岂容你在此喧哗，失了体统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速速报来！孙悟空他逃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镇压之印乃佛祖亲设，
还有重兵把守，你莫不是看错了？弟子断不敢撒谎。关押那妖猴的禁地已被夷为废墟，而且什么？说。而且斗战胜佛被杀了，还有降龙伏虎2位罗汉也已身陨命丧。什么？斗战胜佛被杀？那孙悟空不是刚封了斗战胜佛吗？怎么还有一个被杀的？我昨日还在东海瞧见斗战胜佛在与龙王饮酒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肃静，世尊，此事灵台方寸山，这是什么地方？3界之中，何时出了这么一个宗门？从未听闻，竟敢在灵山石碑上留名杀人，简直是公然挑衅我佛门底蕴！放肆！简直胆大包天，闯我灵山，屠我罗汉！若不将这方寸山夷为平地，灵山以后不是要成为3界的笑柄？佛祖，请准许弟子带兵下界，荡平此山，以正佛法。文书，弟子在。灵山3000佛陀，108罗汉，36菩萨，尽数由你调遣。此去务必捉回佛门叛徒孙悟空。至于那方寸山一众，蔑视佛法，皆犯滔天罪孽。皈依者带回灵山受洗，不愿皈依者直接打入18层地狱，永生永世不得超生。弟子领旨。师兄，方寸山为何变成了这副模样？好了，都别闹了，都出来吧。悟空！师兄们，俺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你的气息，悟空，怎么回事？你身上的灵韵为何如此稀薄？灵韵被强行抽取，神魂近乎干涸，这是要把你废了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啊！大师兄，到底是谁下的这种歹毒手段？灵山，他们禁锢悟空抽取灵韵，还找了个六耳猕猴冒充他的身份。如果不是我心血来潮想要去看望一下悟空，恐怕也发现不了。找死！该死的秃驴，竟敢这般欺负我方寸山的弟子！我现在就去砸了那破灵山！小师弟，你在这歇着，师兄现在就去把那金翅大鹏射下来，取他的心头血给你补身体。灵山不灭，我这口恶气难平。师兄们，不要，千万不要冲动！灵山诸佛成千上万，背后更是有着圣人背影。俺能死里逃生回来见师父师兄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俺往后只想待在这方寸山中，侍奉师兄师父。孙悟空，文书在此，还不速速滚出来，束手就擒！是文书，灵山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快？俺老孙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对不会连累方寸山。悟空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们是师兄弟。二师兄，俺知道你们对老孙的好，只是当初俺年幼不懂事，没办法报答各位师兄。如果俺老孙这次还能回来，俺一定……你这猴头，师兄在这里，哪有让你这小师弟上场的份儿？就是，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。再说了，要是让师傅知道了我们让你一个人出去拼命，不得把我们几个的皮都给扒了？可是，
没什么可是的，小师弟，方寸山可没你想的那么弱。哼，好久没有出来活动筋骨了，看来三界是把咱们给忘了，连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过来叫山门了。正好，原本还想挑个日子，替悟空好好和他们去算算这笔账的，没想到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师兄，你们……悟空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师兄们都有些什么本领吗？今天就带你好好看看。好，俺老孙出世时孑然一身，如今能有诸位师兄并肩作战，哪怕今日战死，也死而无憾。哼，方寸山弟子听令，随我战一战这漫天神佛。遵令。孙悟空，速速滚出来受死！文殊老儿，叫你孙爷爷做什么？孙悟空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你孙爷爷在此，有屁快放！妖猴，死到临头还敢这般猖狂！就凭你这文殊老儿，想当初在灵山，俺老孙的金箍棒要是举起来，你怕是早就吓得屁滚尿流，躲到如来身后去了吧？一派胡言！天地初开，我便得道，会惧怕你这只天生地养的石猴？不知天高地厚。若不是被你们这帮秃驴暗中算计，抽取了俺老孙的本源灵韵，就凭你也敢在俺老孙面前叫嚣？孙悟空，你受我佛门恩泽，敕封斗战胜佛，修成正果，本该感谢佛恩，如今却不思悔改，叛出佛门，勾结妖人在灵山行凶，现在还敢污蔑我佛，此举人神共愤，天理难容。今日我便要替天行道，将你这孽障彻底伏法，以正视听。伏法，伏法，伏法！要将俺老孙伏法？文殊老儿，你恐怕还没这个本事。别忘了，俺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就算是灵韵被抽干，也不是你这等货色能够染指的。吃俺老孙一棒！悟空，大师兄，悟空他现在灵韵几近枯竭，实力衰退的厉害，根本不是这帮秃驴的对手。你小师弟的性子，你们还不清楚吗？他一直有着自己的骄傲，被镇压500年。又被佛门算计，他心里憋着一股气，他想要在我们面前，也想在这些曾经让他屈服的敌人面前证明自己。正如他所说的，他可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！但是他现在……无妨，悟空赢了，我们替他骄傲；他要是输了，那就在这帮秃驴的账本上再记上重重一笔。欺我方寸山弟子者，杀无赦！至此，竟然这样为师，凭什么？文殊老儿，连你孙爷爷一棒都不敢接，还敢在此狂吠！我乃天地初开便已诞生的生灵，天赋竟还比不过这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，他该死，他必须死！哈哈哈哈哈！孙悟空，你果然已是强弩之末，灵韵所剩无几，就连肉身都已残破不堪。就凭你这副模样，我单手便可将你震杀。孙猴子，你不是很能叫吗？你不是齐天大圣吗？你不是斗战胜佛吗？怎么了？现在怎么像一条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？哼哼。悟空，这畜生！我要宰了他！大师兄，大师兄生气了。他这个样子，
我只见过一次，那一次，这3界天都变了。大师兄寻常从不生气，可一旦他真的发怒，便是师傅也拉不住。要么自断双腿滚过来领死，要么在场所有人一个不留。让我自断一腿，滚过去领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本座面前大放厥词？曾经的文殊广法天尊，原始天尊座下阐教12金仙之一，后在封神大劫之中贪生怕死，背叛师门，转投佛门。是你吧？什么？文殊菩萨的前身竟然是阐教门徒？闻所未闻，这等秘辛，他是如何知晓的？背叛师门，投入我佛，这你哪里来的谣言？在此妖言惑众！我乃天生佛子，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。当年你下凡，化为普通僧人，却对梵人帝王乌鸡国国王傲慢无礼，屡次言语挑衅，对方忍无可忍，命人将你捆推入河中浸泡3天，可曾伤你性命分毫？住嘴！然而你却因此心存怨恨，回到灵山后，竟派出座下青毛狮子精，谋害国王性命，夺其江山，将其尸身抛入井中3年。身为菩萨，对一介凡人竟无半点容忍慈悲之心。我让你住嘴！你这种东西也配称佛？死有余辜。找死！米粒之珠也敢与日月争辉？我的遁龙疮，敢毁我法宝，我要你死！我要将你的灵魂抽出，置于九幽之下，日夜受业火焚烧，折磨生生世世，方能解我心头之恨。大智慧菩萨金身！法身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喜欢踩人，今日你也尝尝被人踩的滋味。你好狠！差点把你这孽畜给忘了。当初在乌鸡国，你冒充国王，说你已经被阉割，无法祸乱后宫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当太监，今日我便让你梦想成真。如此神通，3界之中闻所未闻。你究竟是谁？灵台方寸山，斜月3星洞，菩提祖师座下大弟子李长生。你就是李长生？我佛门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擅闯我灵山重地，劫走孙悟空，还杀我佛门中人？无冤无仇，那是血海深仇。
此话怎讲？你们算计孙悟空，将他压在五指山下，带上金箍，一步步逼他护送金蝉子西天取经。你们口口声声承诺，攻城之日便是他得正正果之时。结果呢？找来一只六耳猕猴，窃其功果，冒名顶替斗战胜佛。而真正的孙悟空，却被你们囚于灵山暗处，吸干他一身灵韵。你告诉我，这叫无冤无仇？孙悟空他野性难驯，屡教不改，这才镇压，以示事惩戒。李长生，孙悟空是我佛门弟子，我们如何处置，与你何干？我让你插嘴了吗？救我！观音尊者，救我！住手！李长生，难不成你们方寸山要与我整座灵山为敌吗？孙悟空是你们佛门弟子，他当初漂洋过海来到方寸山求仙混道，我们亲眼看着他从一个小猴子成为齐天大圣。你说他是你们佛门弟子？什么？孙悟空师承方寸山？你们这般欺他辱他，当真以为我方寸山无人了吗？去！我李长生在此向三界宣告，从今日起，方寸山彻底向灵山宣战。凡折辱孙悟空之人，我必让他血债血偿。谁若拦我，那便不死不休。哪怕与这三界为敌，我也要替他讨个公道。从今日起，方寸山彻底向灵山宣战。凡折辱孙悟空之人，我必让他血债血偿。这是何等法力？一言出而万界惊，竟能直接洞穿幽冥地府。樊寸山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出了个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也就算了，就连这李长生也有如此恐怖的神通。大王，我看这李长生法力比孙猴子只强不弱，要是他寻到我们地府头上，恐怕……慌什么？再怎么算也算不到我们头上，那可是灵山。这李长生哪怕有通天本领，结局也是和当初的孙猴子一样，束手镇压。谁若拦我，那便不死不休。哪怕与这三界为敌，我也要替他讨个公道。陛下，这方寸山到底什么来历？怎么和孙猴子一模一样，都是疯子，竟然敢向灵山宣战？这三界恐怕又要动荡不宁了。疯子才好，最好闹得三界不宁。如来那老家伙，当初瞒着朕，在五指山下布阵，偷取孙悟空的灵韵，整整500年。这笔账朕还没和他算清呢。什么？偷取灵韵？不然你以为那泼猴出来后为何性情大变，法力大不如前？那是被活生生抽干了本源。如今方寸山杀出来，最好打得2败俱伤，朕才好收这渔翁之利。狂妄！弟子拜见燃灯古佛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灵山的过去佛燃灯啊！既然来了，何必藏头露尾，装神弄鬼？牙尖嘴利的小辈，念你修行不易，今日我给你一条生路，带着那妖猴
随我回灵山领罪，我可保你神魂不灭。回灵山领罪，然后像我师弟一样被你们布下大阵，日夜抽取本源灵韵吗？既入我佛门，当以佛门大兴为己任，牺牲他一人，能换来我佛门万世芳荣，这是他的荣幸。好一个荣幸！你们设下西行骗局，逼他入局，如今反倒成了他的荣幸。万般皆是命数，他与我佛有缘，一切不过是顺应天理。好一个顺应天理，不愧是燃灯古佛。当初身为阐教副教主，为了一尊佛位，便能毫不犹豫地背叛师门，带着门徒转投西方。似你这等厚颜无耻之徒，还有脸谈天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既是过去佛，便该被扫进时光长河的垃圾堆里，属于你的时代早就过去了。再敢多言半句，我便一剑彻底终结你的过去。放肆！燃灯，都说水能克火，今日我便让你看看，究竟是你的四海之水能否浇灭我身上这火。起！你这是什么火焰？我的定寻珠乃先天灵宝，内含四海之力，重御千军。纵使是三昧真火、六丁神火，也无法阻挡。我本无相，我即是我。除非你绝对不姓李，你到底是谁？既然你对这火焰的来历这么好奇，那你就亲自体会一下。好热，这不可能！啊，这火焰竟然连神魂都能引燃！不，这火焰明明已经在巫妖亮劫之后彻底消失了，这不可能！消失？这火本该是这天地间唯一的光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刚会了下过去佛，现在又跳出来一位未来佛。正好这过去佛没能让我尽兴，就让我领教一下这未来佛有什么本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大，伤身更伤神。你看，你气也出了，因果也结了，是不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，与贫僧一起聊一聊？聊你们如何算计我方寸山，还是聊你们如何欺压我师弟？这不过是误会一场。我佛向来慈悲大度，既然施主也是为了同门，不如化干戈为玉帛，随贫僧前往灵山，将误会解开，如何？误会？好一个误会！我师弟被你们欺辱折磨得几乎殒命，在你们口中竟然只是轻飘飘的误会二字。悟空他屡犯佛法，不尊佛祖，甚至动摇天罡。我佛也只是略施惩戒，并未伤及他的性命。
这一线生机，已然是我佛慈悲为怀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你也把你的灵运献出，我也不伤及你性命，全当是一场误会，如何？施主，你这就有些胡搅蛮缠了。贫僧特意前来，也是存心想要解开方寸山与灵山的死结，不想你这般天纵之人，最终落得个神魂俱灭的下场。这本是一番好意，你的好意，我李长生领了。现在交出你们吸取悟空的所有灵运，让整座灵山诸佛向悟空下跪道歉，我便随你去灵山走一遭。年轻人，看来你是诚心不想谈了。哼，你也从未想过诚心和我谈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已被杀孽迷障遮了眼，既然不听劝诫，那便只能由贫僧带你回去，在那大雷音寺中受日日佛音洗礼了。要打就打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一个未来佛，管什么现在事？执迷不悟，已无药可救，收！怎么可能？这后天人种袋乃是东来佛祖的至宝，除了圣人，漫天神佛若不防备，都要被装进其中。顷刻间法力尽失，骨软筋麻。这李长生竟能以肉身硬抗吸力，纹丝不动。弥勒，你这袋子吹的风倒是凉快得很，难不成是想靠它把我吹风寒吗？狂妄小儿！弥勒，还是你技高一筹。古佛过誉了，侥幸而已。若非古佛在前面耗尽了他的法力，我恐怕也没办法这么轻易将李长生拿下。被这么一个后辈逼成这副惨状，过去佛终究是老了，灵山的未来到底还是要靠我来承担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你拉着俺老孙干什么？大师兄被那金挠困住了，快去救他！俺老孙当年在那宝贝里吃过大亏。悟空，你且看着就是。大师兄要是能被一只小小的金挠困住，那他就不是我们的大师兄了。那破铜烂铁，我一锤就能砸个稀碎，更何况是大师兄？什么？大师兄的神通多着呢。悟空，你耐心看着便是。好戏才刚开场。东来佛祖，这李长生毕竟非同小可，这金挠当真能彻底困住他。大师放心，一旦入了我这宝贝，3日之内必化脓血。想要从内部破开，3界之中还没人有这本事。佛祖神通无边，是贫僧多虑了。你看，他闹腾不了多久的。古佛，我先带李长生回灵山复命，至于方寸山剩下的这些孽障和那妖猴，就有劳古佛清理门户了。善，收，收，给我过来！弥勒，你的金挠号称无往不利，那么你便试试我这杆枪锐利否？毁我本命法宝，李长生，我要你拿命来填！我即未来，未来即我，万法合一，阿弥陀佛！空有一身法宝，自身修为却如此稀疏平常，就凭你，也配自称东来佛祖？你放肆！过去未来，皆是虚妄，你们掌管不了现在。过去佛，未来佛，不过如此，皆是不堪一击。让现在佛出来！如来，给我滚出来！
如来！悟空，稍安勿躁，你要相信大师兄，他会替你讨回公道的。可是这毕竟是如来大师兄他一人对抗整个灵山，连战那么多位对手，这般程度，连俺老孙都早就力竭了。你才修炼几年，就敢和大师兄比了？俺这不是担心大师兄吗？再说了，俺老孙好歹也是集天地精华孕育而出的石猴，虽然修炼时间短，当年不也照样打得三界天翻地覆？几位师兄，你们都笑什么？真要论天地孕育，你这只猴子在大师兄面前还真不够看，他才是真正的天道宠儿，天地不灭，他便亘古有存。哼，你这小猴头也敢妄称妖族大圣？你是没见过我妖族真正的大圣。真正的妖族大圣？如来，你太狂妄了，父长之间便想镇压我，就算是准席接引亲至，也不敢这般托大。地若压我，我便震碎这地；天若压我，就吞了这天。无身即骄阳，一念焚八荒。九天烈日，听吾号令，来！世尊，连佛祖都败了，阿弥陀佛，谁还能拦得住这李长生？我偌大灵山，号称万佛朝宗，今日竟无一人能敌吗？哼，如来，你终于舍得现身了。我还以为你会像阴沟里的老鼠，一直藏在你的灵山不敢露面。吾佛向来光明磊落，普度众生，何来藏头露尾一说？光明磊落，我看是藏污纳垢。当年阐教那几个叛徒，如今在你灵山个个身居高位，这便也是你的光明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他们既已皈依，便已斩断凡尘，过往种种皆成云烟。你又何必执着于陈年旧事？好一个放下屠刀便可成佛！难怪你们作恶起来肆无忌惮，口口声声悲天悯人，可你灵山脚下却妖魔横行，白骨露于野。南摄部洲国盛民安，到了你们口中却成了贪淫乐活，多杀多争，需大崇佛法度化，荒谬！这是魔法。世间疾苦你们看不见，对虔诚者说佛法不可轻传。大雷音寺金碧辉煌，佛像镀了金身，却不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。到底是你们普度众生，还是在吸干苍生的血，成你们的佛位？庶子，安敢在此动摇我佛门根基？哼，几句话便能动摇的根基，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。任凭你们粉饰的再怎么灿烂夺目，也掩盖不住底下的累累尸骸。住嘴！冥顽不化！哼！燃灯，弥勒，此子绝不可留！你我三人合力，将其神魂湮灭，以全佛门清净。善，好。这是啊！我的佛心要裂开了，佛祖救我！东
东皇钟，这是消失了万古的先天至宝之首东皇钟。东皇钟为何会在你手里？你到底是谁？此子到底是何来历？为何会隐在这小小的方寸山中？魔祖罗侯的弑神枪，东皇太一的东皇钟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为何这些至宝都在你手里？你没机会知道了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本座乃万佛之祖，承在西方气运，你杀不了我。三界之中，只要我想杀，就没有杀不了的人。何人敢对我佛门佛祖动手？弟子见过师尊。师尊，此人猖狂至极，他不仅仗着法宝之力，在三界横行无忌，屠戮我佛门万千子弟，更是扬言什么？他扬言要将师尊与师伯万古以来苦心建立的灵山圣地给彻底踏平，踏平灵山，狂妄！哪里来的蝼蚁？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口出如此狂言！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方寸山，李长生。李长生，你们三人从混沌初开之时便开始修行，如今身为佛祖，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蝼蚁逼到这种地步，你们平日到底是如何修行的？师尊息怒，并非弟子无能，而是此人手中握有弑神枪与东皇钟两件先天至宝。弑神枪，东皇钟，你身上竟真的有着这两件至宝？不错，蝼蚁，将其交出来！凭什么？你可知道吾是谁？自然知道，西方二圣之一，准提道人。你既知吾身为圣人，早已万法不灭，亘古永存，与天道同寿，你竟敢拒绝吾？那又如何？你不过是圣人的一道虚影罢了，又不是本体亲至。李长生，你太狂妄了！圣人早已超脱万物，一念便可重塑乾坤。圣人一出，他便是天，即便是一道虚影，也足以湮灭三界所有生灵。弑神枪与东皇钟，皆是沾染无数业果、扰乱因quả的至凶之气。你一介卑微蝼蚁，岂有资格掌握？速速献上，归于我佛门感化，不然吾叫你顷刻间神魂俱灭，让这诸天万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再无你半点存在的痕迹。果然，你们这佛门的无耻，果然是一脉相承。我看所谓的圣人，也不过是巧取豪夺的强盗罢了。你竟敢侮辱圣人！既然你一心寻死，那吾便成全你。仅凭不尊圣人这一条，吾便可将你彻底镇杀，而不沾半点因果。灭！
给我破！大胆！火来，山来！这规则之火秉承天道意志，因果缠绕，只要沾上一丝，便会生死道消。李长生怕是必死无疑。师尊出手，自然毫无悬念。圣人之下皆蝼蚁，圣人威能不是我等能想象。可惜此人虽狂妄，但若是能皈依我佛，灵山必将大兴。如来，以此人的神通，他若入佛门，你这佛祖之位还能保得住吗？这不可能，连规则之火都伤不到他分毫。你竟然能抵御规则，除非你也领悟了规则之力。玩够了吗？那么接下来也该轮到我了。这气息果然是东皇钟。你敢对圣人出手？有何不敢？李长生，你最好想清楚，现在收手，将弑神枪与东皇钟双手奉上，本座可慈悲为怀，留你一线生机；否则，你便是逆天而行，从此天诛地灭，三界之大，绝无你容身之地。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，既然这天道不公，处处算计，那我李长生今日便踏天而行。你我身为圣人，1万生灵见我无不俯首，连名讳都不敢轻易提及。你这蝼蚁竟敢这般辱我，我必杀你！待我真身亲临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。你会感受到圣人的怒火究竟有多么恐怖。到那时，无人可救你，即便是圣人阻拦也不行。准提，你好大的口气！是你！师父！准提，身为圣人，在这以大欺小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
这庶子杀我佛门弟子，毁我西天根基，辱我圣人威严，不杀他，颜面何存？圣人之下皆蝼蚁，难不成我碾死一只蝼蚁，你也要来阻我？菩提，你给我让开，否则今日你我便是不死不休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呵呵，好啊，我正有此意。我闭关许久，身子骨都松了。准提，你若真有这份胆色，你我就去那天外天做上一场。菩提，你彻底要和我撕破脸了！别以为我怕你，以往我是不想动真格的，真搏杀起来，我未必不是你对手。你大可试试，看看今日究竟会不会有圣人陨落。菩提，你屡次找我麻烦，真欺我佛门无人吗？你别忘了，我身后还有位师兄接引，双胜齐出，杀你轻而易举。准提，你欲杀我方寸山大弟子，便是灭我道统，你当我方寸山无人吗？什么？这人是你弟子？李长生乃我座下大弟子，你动他一根毫毛，我便让你拿命来偿。好，很好，菩提，你真是好算计，就许你动我佛门，不准我反击是吧？此事我必定亲自向红军师尊参上一本。你尽管去，顺便替我问问他，你佛门是如何联合起来算计我小弟子孙悟空的？顺便查查你们是怎么偷偷吸取这无量大劫天命之子的灵韵的。你，菩提，你究竟要如何？滚！你说什么？我让你赶紧滚，没听清吗？三界内的事情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手了？菩提，我这次退去不是怕了你，而是不想闹得太大，免得师尊出面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如若你继续放任弟子屠杀我佛门弟子，哪怕冒着师尊责骂，我和师兄也要将你方寸山彻底湮灭。李长生，我记住你了，你最好祈祷你师父能时时刻刻护着你，我会继续盯着你，千万别害怕的躲起来。你放心，待我将灵山踏平后，我会亲自去天外找你。你洗干净脖子等着我。狂妄至极，我等着你，到时候我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圣人之怒。师尊，您不能走，您要是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这灵山基业怎么办？一帮废物！我和师兄天天给你们讲道，赐下无数至宝，你们居然被一个人打成这副德行，还有脸让本座救你们？自生自灭吧！长生已经做好决定了。师尊，我心意已决。长生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你就放开手去做吧。为师在天外等着你。好。师父！佛门当真心狠手辣，悟空乃天地造物，又有天道功德在身，居然被伤成这般模样。如若不是我不便出手，今日我定然踏平灵山，问个究竟。师父，是徒儿无能，给您丢人了。你这猢狲，为师当初将你赶出方寸山，是因为你背负着更重要的使命，为师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你莫要怪为师。师父，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孙悟空，徒儿感激还来不及，如何会怪您？往后受了委屈，不要再一人傻乎乎承担。我是你师父，难不成会真的不管你？谢师父。长生，悟空就交给你了，你好生看管着，若有解决不了的难事，尽管来天外寻我。弟子领命。师父！悟空，师父一直都在，你不用过度伤心。
想要见他，我随时带你去。大师兄，我现如今已经成了废人，法力尽失，道基崩毁，我没有别的愿望了，只求余生能侍奉在师父身边。大仇未报，难不成你就甘心了？这可一点都不像我认识的那个齐天大圣。大师兄，你已经替我报了仇，将灵山诸佛打了个遍。别人出手，哪有自己动手来的畅快？可是我现在估计连个稍微有点道行的妖精都打不过。你不需要忧虑这些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一句话，你想不想亲手打回来？想。那好，我便满足你这个愿望。厉长生，你想干什么？射！李长生，你当真要将事情做绝吗？快收手！李长生，此举一出，你与我灵山便再无转圜余地。李长生，人狂自有天收，你莫要以为背后有菩提坐镇就能肆意妄为。此举逆天而行，你就不怕遭受天谴吗？天谴？若我拿回属于悟空的东西也要受谴，那这天道便是不公。若天道不公，我便破开这天。李长生，住手吧，莫要再执迷不悟了。现在知道怕了。当初悟空被你们折磨得道基崩毁时，你们为何不住手？李长生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佛门威严，岂容你如此践踏？佛光普照，故我金身。不自量力！李长生，我与你不死不休！这股气息竟然是孙悟空，怎么可能？这猴头的灵运不是已被如来抽干殆尽了吗？为何这股力量比他出世时还要汹涌？陛下，这爆发出来的力量不但没有衰败之象，反倒像是某种涅槃重生，更胜往昔啊！混账！灵山这帮废物，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孙悟空本是天道意志所化，先天无漏。朕当初为了帮灵山抽取灵运，费了多少心机，才让他沾染凡尘红尘，堕为后天之躯。
如今千年的谋划尽数付诸东流。陛下，李长生来势汹汹，如来已然落败。万一他带着那猴子杀到天庭来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朕这上古建立的天庭底蕴不是他们能够知晓的。若李长生认为天庭如同灵山一般可以随意起引，朕定叫他有来无回。爽！哈哈哈哈！俺老孙已经太久没有这般舒爽过了。这种源源不断的力量，原本是属于俺老孙吗？三界的老杂毛们都给俺老孙听好了，齐天大圣回来啦！李长生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犯下滔天罪孽？灵运之事可不单单是佛门一家，而是涉及整个三界。你仗着自己有点本事，就以为可以不将三界放在眼里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三界之中，不知道藏着多少大能，有些甚至已然达到了半步圣人的境界。没错，坏了他们的修行，你要死无葬身之地，算是菩提也保不住你。什么大能，不过是一些蝇营狗苟之辈，修行不靠着自己，净想着这些心术不正之事。他们最好藏好了，不要被我发现，不然我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一对杀一双。狂妄！小辈不知天高地厚，你要拿回孙悟空的灵运便拿去，为何还要夺取我们自身灵运？你这是强取豪夺，简直就是强盗！你们肆意抽取悟空灵运，我抽你们灵运，有何不可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修行本就逆天而行，天财地宝，有德者居之。我不夺，别人也会夺，我有何不可？所以，你就为了你一人修行，吸取天下苍元灵运，视他们生命如无物。这世界本就弱肉强食，苍生愚昧，生命短暂，能为我修行提供助力，便是他们的荣幸。我有什么问题？好一个弱肉强食！你比他们强，便可以随意掌管他人的生死，视生命如草芥，凌驾在苍生之上。那我杀你，你又有何意见？胡搅蛮缠，不可理喻！悟空，你见识到他们的真面目了吗？我用他们对你的方式对他们，他们自己却受不了了。嘿嘿，这帮人俺老孙早就看了个透彻。平日里满口慈悲，高高在上，实际上最是虚伪无耻。什么神佛，不过是一帮欺软怕硬的家伙。俺老孙现在只想一棒子将这些渣子彻底扫清，还三界一个清净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去做吧。好，俺老孙看了这么久，正好手痒得厉害。自从大闹天宫后，俺可从来没有尽兴过。佛祖救我！文殊老儿，你刚才不是说你天地初开便得道，不惧俺这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吗？怎么连俺老孙一拳也接不住？孙悟空，你别猖狂！真当我不敢拜你吗？有本事就拜了俺老孙，先吃俺老孙一棒！给我起！太弱了，实在是太弱了，连俺老孙一棍子都接不住。如来，你灵山的菩萨简直不堪一击，实在是不尽兴。来，你来陪俺老孙大战300回合。孙悟空，任你天赋再强，也不过修行不到1000载，难不成你还想再次被压在五指山下不成？如来，你怕了？你竟然想用那破山来威胁俺老孙？荒谬！
吾乃万佛之祖，岂会惧怕你这一只泼猴？如来，你越这么说，我就越看出你心中的惧怕。你当初不可一世，任意欺凌俺老孙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天？当初压俺老孙在五指山下500年，今日你也尝尝俺老孙武权。就率广东各地方地区法天帮家无头。住手！李长生，你打也打了，灵韵也夺走了，现在还要如此辱我欺我，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辱人者，人恒辱之。当年因，今日果。这不是你们佛门最讲究的因果轮回吗？李长生，你就说你到底有什么要求？只要我能够做得到的，我尽量满足你。今日之后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行啊，你去问问悟空，要怎么做才能原谅你们？这不可能，我们何等身份，让我们向一个猢狲低头？孙悟空岁元不过1000载，在我眼里和孩童无异。今日我们的确技不足人，但不代表可以让你放肆折辱。那我佛门威严何在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狗屁威严！看俺老孙一棒子打得稀巴烂！忍一时，风平浪静。只要灵山基业还在，李长生和孙悟空还在3界之中，那么就还有报仇雪恨的机会。阿弥陀佛，老不死的家伙！孙悟空，如与我等佛门瓜葛，今日我不想再生事端，你要如何做才能收手，还3界一个清宁？嘿嘿，想让俺老孙消气很简单。尔等给俺老孙磕一个重重的响头，从此以后你们佛门弟子见到俺老孙，都给我恭恭敬敬喊上一声孙爷爷，我便饶了你们。放肆！孙悟空，让我等都给你磕头，我佛门威严何在？以后还如何在3界之中立足？你若存心不想结束事端，那么我拼上灵山基业，也要和你们拼个玉石俱焚。那么就手起下剑真章吧。孙悟空，你简直欺人太甚！这也不愿，那也不愿。记住，你们是来赎罪的，不是来讨价还价的。李长生，我等本不愿生事，只想息事宁人。孙悟空他被抽灵印，大不了我们就用灵丹妙药补偿便是，何必这般羞辱？补偿？你们补偿得起吗？一句补偿就能让悟空受的折磨侮辱烟消云散吗？时至今日，你们还在这里推脱，百般不愿。我看你们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给我跪下！李长生，你竟敢如此折辱我！我可是佛祖，不报此仇，我永世不当佛祖。面对世人，你可以随意强取豪夺，只因你比他们强；但遇到更强的人，你却认为对方在侮辱你。时至今日，你还在这里媚上欺下，死不悔改。你们心中至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做错，谁让孙悟空弱，谁让苍生弱，
所以活该被你们算计，活该被你们抽干灵韵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高高在上俯瞰众生，那便全部给我入轮回，亲自去体验一下苍生是如何被你们这些神佛所压迫的。不，李长生，你不能这么做。可是佛祖，承载着佛门气运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我苦修万载才有今日修为，一旦入了轮回就什么都没了。我是混账，我是畜生，我以前欺软怕硬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孙爷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把我当做屁给放了吧！你们简直丢尽了灵山的脸！佛祖，当初我们都是听了你的命令才去对付孙悟空的，现在我们要被打入轮回，不能坐视不管啊！现在哪里顾得上脸面？让我们当凡人，没有修为，那真的比死还难受啊！阿弥陀佛，李施主，此事确实是我灵山贪念作祟，我等愿意昭告三界，公开向孙悟认错。从此以后，灵山对方寸山退避三避。我灵山已从内力伏法，你我皆有罪，错得很彻底。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觊觎孙悟空身上的灵韵，做下这般天怒人怨之事。身为佛门弟子，却无半点怜悯之心。你们不是真的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嘴上说的再多，都不如自己去体会一下，什么叫人间疾苦。你们想要做棋手，将三界生灵作为棋子，殊不知在天道面前，你们也不过是一枚棋子。六道轮回，开！去吧。李长生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我等着你一起堕入轮回，永世不得超生！大师兄，他们当真被送入轮回了？你不是亲眼所见吗？可是生死轮回不是被地府所掌控，大师兄你怎么能有操控六道的本领？如若真的是被地府掌控，灵山又何必安排地藏王下去？大家都想抢着轮回，却又没法完全掌控。大师兄，俺老孙好奇的紧，你到底是何身份？为何会有这般通天彻地的修为？俺老孙以前不可一世，觉得三界无一人可挡，如今见到大师兄，才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悟空，现在时机未到，以后我自然会告诉你。时机未到？大师兄，你不是已经把整座灵山的人都送入了轮回，还三界一个清净吗？哪有这么简单？灵山顶多是明面上的存在，背后算计你的那些家伙们，都还没有现身呢。什么？俺老孙这辈子最恨藏头露尾之辈，不光明正大出来与俺老孙大战一场，反倒藏在后面偷偷摸摸算计，着实可恶。他们都在哪里？俺老孙要与他们斗上一斗。不用着急，他们很快就藏不住了，自己会主动露面的。那就好，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些鼠辈敢算计俺老孙，先让他们吃上几棒再说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。那我就在这方寸山等着他们来。师兄们，我们赢了！我们都看着呢。大师兄出手，自然手到擒来。这帮人实在是太弱了，我还想活动一下，结果大师兄一个人就把他们给收拾了。各位师兄，今日才知我方寸山个个身怀绝世神通，我也要好好修炼，不能再怠慢了，早日跟上各位师兄的脚步，免得你们出手，俺老孙只有看着的份。你这身天赋得天独厚，安心待在山门之中，有着大师兄教导，实力定会突飞猛进，甚至超越我等，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先去好好痛饮一番。时隔500年，能再次见到各位师兄还有师傅，俺老孙实在是欢喜。你这贪杯的猴儿！小心！悟空，连面都不敢露一下，只会背后偷袭的鼠辈，敢不敢出来接我一锤？大师兄，我知道他们会坐不住，没想到他们这么着急，连片刻都等不了。他们应该是真的怕了，毕竟大师兄你刚才展现出来的实力太吓人，连灵山都被你送去超度了。他们再不动手，恐怕就没机会了。大师兄，你知不知道究竟是谁掠走了悟空？知道，知道就好。我们现在就打上门去。敢掠我方寸山弟子，我看大师兄你之前下手还是太留情了，才让这帮人对我们方寸山没有半点敬畏之心。这次要打到他们心惊胆战，再也不敢对方寸山有任何念头。不急，不急。大师兄，
悟空现在生死未卜啊！如果这般冒冒失失的打上门，不是正好中了他们的下怀？他们既然敢当面抢人，估计在那里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，就等我们去钻。难不成我们就这么坐以待毙，看着悟空受苦？当然不是。好，大师兄，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说去哪儿，我们就一起去。看起来，今天这顿酒是喝不上了。我的大师兄，悟空都被劫走了，哪儿还有什么心思喝酒啊？救回了悟空，我陪你喝上个3天3夜。那便走吧。大师兄，你先去哪儿？上天庭，打碎他。何人擅闯南天门？大师兄，他们身上都有悟空的灵韵，果然，天庭也脱不了干系。在天庭种地，哪来的山野妖精不长眼睛？速速磕头认错，滚下界去，否则本王定叫你们神魂俱灭，永无轮回之日。哼，玉帝老儿都不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，就凭你们几个看门的，也敢如此嚣张？陛下尊号也是尔等妖灭有资格提及的，简直自寻死路！大师兄，你们先进去。我来会一会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太久没活动筋骨，连几条看门狗都敢对着我狂吠了。待我砸了这南天门，再进去与你们会合。好，你自己小心，防备有老东西暗中偷袭。哼，放心，我们走。哪里走？看门狗，你的对手是我，找死！大哥，跟着没断奶的小娃娃废什么话？一巴掌拍死！再去把那3个擅闯天门的家伙抓来下酒。小娃娃，当年我纵横天庭的时候，你们还不知在哪儿玩泥巴，一群酒囊饭袋，鸠占鹊巢，还敢行此卑鄙无耻之事，简直是在给天庭抹黑。今日我便替天庭肃清你们这些渣子。大哥！不堪一击，在古天庭连当天兵的资格都没有，还妄想看守南天门，简直丢人现眼！发生了何事？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讲！南天门被人砸了，下界的李长生带着方寸山弟子杀进来了。什么？方寸山？是哪个不入流的下界宗门，竟敢如此无法无天？4大天王一个照面就被击败，南天门更是被那人一锤给砸成了齑粉。他们正朝着9重天而来，看样子是要杀上凌霄宝殿。李长生，他打上来了！陛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狂妄，简直狂妄至极！真当朕的天庭是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脾镜何在？臣在。命你为镇魔大将军，3坛海会大神哪吒为先锋，着28宿，9照星官，12元辰，5方揭底，4执宫仓，东西星斗，南北2神，5岳4舵，普天星象，共10万天兵。布18架天罗地网，是要将这些狂徒给朕活戳回来。臣遵旨。启禀陛下，臣这几日肚子实在是疼得厉害，周身无力，恐难当先锋重任，还请陛下另寻良将。什么？早不疼晚不疼，偏偏这个时候疼？逆子！陛下有令启容你推3阻4，若再多言，休怪为父将你收入这7宝玲珑塔中，受烈火焚烧几日。孩儿领命。
下方何人是李长生？是我。吾乃托塔李天王，玉帝亲封镇魔大将军，领旨前来降你，还不束手就擒？如若有半个不字，叫吾等一概遭诛。你就是那孙猴子的大师兄，做的解气。我之前还纳闷猴子成佛之后怎么像是变了个人，原来是找了个冒牌货。这帮秃驴，我要是早知道，定要去灵山捅他们几枪。你是哪吒三太子？猴子和你说过我跟那猴子性子最合得来，关系不错。哪吒，你在做什么？李长生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我等会儿想办法帮你拖住他们。玉帝不仅派了10万天兵，还请了二哥显圣二郎真君杨戬，更是在凌霄宝殿布下了周天星辰大阵，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。谢谢提醒，不过我自有分寸。天庭不比灵山，你这才几个人，莽撞冲上来，实在是凶多吉少。师弟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我还嫌人数不够多呢。你们算了，我也不劝了。到时候你们被抓住了，可别想着我能救们出去。传音想必你都听到了，你应该心里有数。大师兄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乱杀无辜的。如此便好。义，我们走。大胆狂徒，给我放箭！10万天兵天将，有什么手段，尽管施展出来吧！完了完了，这方寸山出来的怎么和猴子一个德行，都狂妄的没边了。虽然对我胃口，可这不是在开玩笑。到时候要是猴子知道了，不会怪我不讲义气吧？哼，我当是什么？原来是一头妖龙！众将听令，给我活捉这妖龙！妖龙！孽畜，看火！吃俺一斧！滚开！哪吒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妖龙，吃我一枪！哎呦，这妖龙好大的力气，抽得我骨软筋麻，根本提不起半点力气。没用的东西，妖龙，休要放肆！不好！我的宝塔，塔碎了，那我不就是从此以后我自由了，我再也不用受那宝塔日夜焚烧之痛了。灌江口显圣二郎真君杨戬在此恭候多时了。二位倘若要进这凌霄宝殿，需先和我斗上一场。我等前来是寻那玉帝。我知道你与我那师弟悟空关系不错，不愿和你争斗，你速速离去吧。我与孙悟空私交甚好，但各司其职。玉帝下了指令，我杨戬虽听调不听宣，但指令已接，我也无可奈何，还请见谅。
这杨戬与你走的是同一流派，你与他交手吧，注意分寸，不得伤及他性命。我明白。你们未免有些太小看我杨某人了。我历经封神大劫，走肉身成圣一道，那孙猴子也只能勉强和我打个平手。在这3界之中，想要伤及我的性命，怕是有些杞人忧天了。这日公，你是？周天星斗大阵，玉帝，你竟然用这阵法来对付我，你知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这可是周天星斗大阵，和天上365星辰之力，再加太阳星与太阴星为主星阵眼，乃是上古天庭的护界大阵。纵然有通天的本领，入此阵也是有来无回。为何大阵在你身上没有任何功效？你到底是谁？因为这天庭真正的主人是我。笑话！你说你是天庭真正的主人，那阵是什么？阵可是红军老祖亲自钦点，代天牧守众生的。不对。你是上古妖庭残留的余孽，这不可能！当年那一战，上古妖庭明明已经被覆灭干净了，连一丝残魂都没留下，你怎么可能还……我怎么可能还活着，对吧？毕竟当年你们为了斩草除根，围剿力度前所未有，3界之大，竟无我族类藏身之地。你们奉行宁杀错不放过的信条，要将所有人赶尽杀绝。妖庭当年残暴不仁，为非作歹，引得天怒人怨，连天道都容不下你们，故而降下天谴。当年围剿妖庭，乃是顺应天意，凡3界生灵，人人有责，更是大功德一件。觊觎这至高无上的天庭之位，何必说得那么冠冕堂皇？当年若非西方2圣苦心谋划许久，最后却被你这红军身边的道童摘了桃子，你以为凭你的资质能坐在这龙椅上？你连这般上古秘辛都知道，你究竟是谁？3族金乌，这不可能！圣人有令，世间绝不允许再出现金乌。朕明明派人时时刻刻守着太阳星，千万年来从未有生命诞生的痕迹，你怎么会？圣人也不过是领悟了部分天道规则的投机者罢了。他们凭什么命令万物之源的太阳？妖庭是覆灭不完的，大日一日不息。3族金乌便有重现天日之时，太阳不死，金乌不灭，天地万物皆为臣属。天道在上，吾以天庭真正之主的名义，剥夺你玉帝之位。李长生，你太天真了！朕这地位乃是红军老祖钦定，上承天道，下表3界。朕有天道护体，气运加身，岂是你这余孽一句话就能撼动的？是吗？那我们就看看这33重天到底听谁的。33重天，听吾号令，剥夺玉帝之位，吃！
你是谁？吾本姓帝，天地的地。吾名一，万物归一的一。吾本名第一，现以妖庭之主的名义，剥夺你玉帝之位。知晓了。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我的地位，快给我撤了这妖术，否则我要你万劫不复！玉帝当久了，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吗？我本来面目。昊天，你不过是紫霄宫中红军身边一个端茶倒水的道童罢了。鸠占鹊巢这么多年，还真当自己是执掌三界的天帝了。这天庭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帝，亘古不变。你只是个冒牌货！放肆！我乃道祖红军钦点，受天道认可。尔等妖族余孽不过是天道弃子，还妄想复辟，痴人说梦。你还要看戏到什么时候？再不出来，更待何时？陆阳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哼，放肆！吾之名讳，也是你这小辈能直呼的。金乌一族何时出了你这般不知尊卑、不识礼数之辈？你睁开眼睛看清楚，到底谁才是小辈？你的血脉怎么可能如此纯粹？这甚至比我父皇的血脉还要精纯！不，绝不可能！闭嘴！你配叫帝郡父王？我怎么没资格？我是父皇第10子，是这天地间仅存的纯血金乌，我的血脉至高无上。你还知道你是帝郡的儿子？上古巫妖亮节，你父帝郡，你叔东皇太一，率领我天庭亿万将士血战到底。而你呢？你这帝郡之子，非但不浴血奋战，反而勾结外敌，谋夺这天庭之位。现如今，更是认贼作父，甘愿给这天庭的当走狗，不忠不义，不仁不孝。陆压，你也好意思自称金乌？金乌一族以你为耻，那又如何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天地之位，本就是强者居之。就因为我年纪最小，父皇和叔父便从未将我列入继承者之位，这是什么狗屁道理？所以你就可以不凭本事，反用阴谋诡计，眼睁睁看着上古天庭覆灭，看着你父亲、你皇叔战死在你眼前。我怎么知道会闹那么大？连圣人都出手了，这些与我何干？你当真不知，你身上背负着整座上古天庭亿万生命的血债，他们的死皆因你而起。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三界之内，强者为尊。我只想变强，谁不想成圣？你少在这里自以为是的指责我，不过是比我晚生了不知多少年的后辈。血脉纯粹又如何？修为才是一切。没有了金乌血脉，我陆阳照样能傲视三界。好，我便如你所愿。金乌乃太阳中孕育的神鸟，至刚至阳，身负扫尽天下不平之责。你心术不正，自私自利，留着这身血脉，只会玷污金乌一族的名声。今日，我便断了你的金乌血脉。血脉剥夺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我父皇和叔父已是天地间最纯粹的太阳本源化身，怎么可能还有比他们更纯粹的存在？
你不是金乌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不仅是太阳本源化身，我还秉承着太阳的意志。帝俊和东皇太一的神通本领，我都有，他们没有的，我也照样有。太阳本源，最极致的太阳本源，我若能将它吞噬，岂不是能够达到当初父皇的实力？不，甚至更强，足以让我成就圣人之位。请宝贝转身。什么？封神大劫上无往不利的斩仙飞刀，竟然就这么碎了！此宝一出，大罗金仙也难逃一死。难不成这李长生，他已经……哼！去！钉头七剑书及上古冤魂之力，咒杀人于无形。杀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知道便好。被我这七剑书上了咒，便是圣人亲至也难救。李长生，你安心的去死吧！我会拿着你的本源登临圣位。怪不得帝剧看不上你，心术不正之辈，又怎可能觉醒得了真正的金乌神通？什么？大日所到之处，本应扫尽一切魑魅魍魉，任你阴邪歹毒，在煌煌天威之下，也终将冰雪消融。李长生，你毁我法宝，断我道途，此仇不报，我陆压永不成圣。我要吞了你的本源，抽出你的灵魂，日日夜夜用太阳真火炙烤，方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成圣，陆压，莫要说成圣了，你能活过今日，便是你功德无量。好大的口气！你真以为毁了我2件法宝，便能稳操胜券？你就算是有些许神通，那又如何？洪玄道友，鲲鹏道友，速速前来助我！混沌初分无出世，两仪太极任搜求。不曾想到，千万年之后，三界竟然还能孕育出天地那般的人物，这般气度恢宏、统御万族的皇者气魄，让我一度以为是帝俊重现人间了。鲲鹏，你果然没死。我就说陆压这般庸弱之辈，怎能沉得住西谋划至今？原来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操控。上古天庭被天道所弃，此乃天道大事，无人可以违背，即便是圣人也不行。我等也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好一个冠冕堂皇的顺势而为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天道向来无情，从不偏爱任何生灵，哪来的天道大事？你若堂堂正正承认是为了一己私欲，我尚且能高看你几分。可惜，你没有这个胆子，不然也不会在这三界之中藏匿至今，不敢露面。这位道友，无论你信与不信，上古天庭都已经成为过去。当年帝俊与东皇太一都无法抵挡圣人之威，我念在你与天地同源的份上，特意劝你，莫要再执迷不悟。鲲鹏，你和他废什么话？他身上拥有着最纯粹的太阳本源，哪怕是父皇和叔父2人加起来，都没他一人浓郁。你我联手将他擒住，共享本源，岂不美哉？如此造化，居然落入到你这等后辈身上，实在是苍天无眼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让这本源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。贪便是贪，何必废话？想要我身上的本源，尽管来拿，只怕你们没有这个实力。
狂妄！我孔宣生于天地初开，乃世间第一只孔雀，母亲更是飞禽之祖凤凰。3界之内，谁人不知我为圣人之下第一人？就你这只侥幸孕育出的金乌，也敢在我等面前放肆？我一人便可将你擒拿。什么？飞禽之祖，世间第一只孔雀，不过凡鸟，也敢妄自称尊？你找死！先天五行之气。不可能！先天之气果然是大补之物，你出手还真是大方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也接我一招。我的五色神光！不愧是金乌血脉，这般威势，连孔宣引以为傲的五色神光都伤不到你分毫。你弥补了我一生的遗憾，一个未能与真正的金乌天帝交手的遗憾。同样也是先天生灵，凭什么帝俊和东皇太一因为是太阳本源孕育，就能坐稳天帝之位，而我鲲鹏却只能当一个妖像，始终要对他们低上一头？我鲲鹏一生不弱于任何人，天地之位本该是我的才对。吞天彻地，给我吞！想吞我，也不怕长破了你的肚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大的口气！你是金乌，但你终究不是帝俊。今日便是帝俊在世，我照吞不误。喜欢吞是吧？那我今天就让你吞个够！哈哈哈哈哈！暖和，暖和的很啊！区太阳真火对我可没用。不要说太阳真火，就算是天上的太阳，我也能吞得下。是吗？那你吞给我看。
你要做什么？滚开！放肆！3界之内，9天之上，从无人敢对朕如此说话。哼！帝俊、东皇太一，你们的遗憾，我帮你们了结了。父皇，还有叔父，怎么会？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当年你们蒙受的冤屈，我会替你们一一洗清；你们未尽的事业，我会替你们完成。这3界，由我来肃清，还这天下一片朗朗乾坤。你要李长生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3界格局乃是天道所定，你这么做只会搅得天地不宁，生灵涂炭，此乃逆天之举，为天道所不容。大胆！你实在是太大胆了！红军老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聒噪！昊天已被我生擒，今剥夺其玉帝之位，从即刻起，天庭易主。不尽兴，真是不尽兴！区区10万天兵天将，连我一锤子都扛不住，太弱了，太弱了！这位道友，手下留情，能不能轻点？别把我这父亲搞死了，我还有很多账要跟他算呢。好说，你和你父亲之间的恩怨，我也略有耳闻，你直接处理便是。多谢道友成全。逆子，哪吒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可是你的父亲！昊天已被我生擒，今剥夺其玉帝之位，从即刻起，天庭易主。这猴子的大师兄真不得了，连昊天这老东西都给抓住了。天庭真的要变天了！痛快，实在是痛快！已经很久没有遇见能让我如此酣畅淋漓的对手了。你我再大战300回合，随时奉陪，再接不难。昊天已被我生擒，今剥夺其玉帝之位，从即刻起，天庭易主。看来没必要再打了，你舅舅都被生擒了，那又何妨？他只是下令让我阻挡你们，又并未让我去救他。来，你我继续战个昏天暗地。看来你对你这位舅舅也是颇有怨怼，作为3界之主，却无半点容人之心。这天庭之中，又有几人是真心臣服于他？若不是一缕魂魄被困在那封神榜上，他们恐怕早就叛出天庭了。你们这方寸山确实让我开了眼界，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和那位李长生亲自交手。相信我，你不会想和他打的。李长生，你夺朕地位，竟还敢昭告3界！你知不知道你已犯下滔天罪孽？天道循环，你必遭天谴！天谴？若真的天道有眼，你又岂能坐在这地位上？我且问你，孙悟空在哪儿？什么？罢了，问你也是白费口舌。只要将这3界一步步清扫干净，那些藏在角落里的污秽，自然无处遁形。吾李长生受天地造化，从太阳之中孕育而出，秉承太阳意志，肃清3界，扫除一切魑魅魍魉。即日起，吾执掌天地之位，司管3界，无论人妖鬼魔仙，皆享有轮回之权。亿万生灵，人人平等。倘若有任何冤屈、压迫、
尽可直上凌霄，向我禀明。大逆不道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此等妖孽也敢窃取天庭之位？什么人人平等？君就是君，父便是父，纲常伦理何在？哪吒，你身为天庭重臣，如今玉帝被擒，你为何还不前去营救？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？成何体统？玉帝，父王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天庭只有天帝李长生啊！你逆子！这李长生居然真的打上了天庭，连地位都换了。这三界真的要彻底变天了。好一个人人平等！李长生，这话对我脾气，日后若有用得上杨某的地方，尽管知会一声。李长生，生灵生儿分为3、6、9等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你强行逆天而行，只会让三界陷入混乱，天地不宁。真理？你眼中的真理，不过是奴役苍生的枷锁。封神榜，你要做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。这是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！外面动静闹得可真不小，那个叫李长生的不知是何来历，竟能将天庭搅得天翻地覆。想当初那只猴子也没这般能耐。姐姐，管他们怎么闹，都与我们无关。换了谁当天帝，我们不还是被困在这斗母宫中？当真是可恶！说什么册封我等为天庭正神，分明就是天庭缺人，引我们自相残杀，还用这封神榜囚禁我们的真灵，断绝修行之路，永生永世都不得超脱。我还真希望这李长生能赢，把这天庭换个新气象，不然真是待不下去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不还是换了个人来奴役我们？他总不可能把神榜给毁了吧？这些人个个都是嘴上说的好听。这是封神榜的禁锢消失了。天庭册封365位正神，实则是强取豪夺，永尽真灵，吾以天地之名赦你们自由。李长生，这些都是朕的属神，你有什么资格赦免他们？你知不知道，当初为了凑齐这365位正神，朕求了祖师多久？天庭统帅三界，若只能靠这种囚禁真灵的下造手段来收拢仙神，那这天庭便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哼，李长生，你以为现在还是上古妖族天庭吗？帝居一声令下，万妖响应，你放走了他们，天庭无人可用，我看你如何执掌这三界。谢天地赦免之恩，我三姐妹感激不尽。从此以后，愿为天地效犬马之劳。见过天地，我哪吒从此以后只认您一位天地。您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哪吒绝无二话。算我一个。若是天地不嫌弃，我杨戬也愿为天庭出一份力。你们，朕平日里待你们不薄，你们就是这么回报朕的？你所谓的不薄，就是将我母亲压在桃山之下，再派出10万天兵天象围剿，让我眼睁睁看着她魂飞魄散吗？为了你那至高无上的威严，去紫霄宫祈求道祖掀起封神大劫，让我截教万仙，沦为榜上有名之鬼，受你奴役万年。我削肉还父，削骨还母，早已与他恩断义绝。他却仗着有西天赐下的宝塔，将我关入其中，日夜受烈火焚身之苦。你身为三界至尊，又何曾管过？你不在乎，
你在乎的只有我能不能为你下界斩妖除魔。胡言乱语！我是你父亲，天下只有不是的儿女，没有不是的父母。你这般大逆不道，自当受烈火焚烧，才能消磨你一身的魔性。说得好听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何日夜将宝塔托在手中，片刻不敢离身？你怕的究竟是我的魔性，还是我的火尖枪？你还请天帝为我做主。托塔李天王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我上孝天庭，下忠职守，何罪之有？为保官位，逼迫自己7岁的孩儿剔骨还父，割肉还母，眼看他自刎于宴前而无动于衷，冷酷无情，枉为人父，此为一罪。哪吒魂魄无一，幸得太乙真人慈悲，为其建庙立像，重塑金身。你却妒恨交加，亲手砸碎神像，火烧庙宇，断他最后生路，赶尽杀绝，此为2罪。封神之后，你为父不辞，毫无半点悔改之心，依旧仗着玲珑宝塔时时镇压，将父子亲情视若物，此为3罪。那又如何？天地君亲师，我在凡间效忠君王，入了天庭便为玉帝尽忠，此乃天地伦常。效忠天庭，你那干女儿金鼻白毛老鼠精在下界为非作歹，吃人无数，你可知晓？孙悟空上天告状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，只为袒护妖精，保全自己的颜面，知法犯法。你口口声声忠君大义，所作所为全是为了自己。你这等自私自利、绝情寡义之辈，也配谈人伦纲常？去轮回之中好好反省吧！不，你不能把我打入轮回，我乃天庭正神。哪吒救我！为父知道错了，我可是你父亲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哼！从今日起，我哪吒彻底自由了！天地大恩大德，哪吒无以为报。今后但凡天帝有所差遣，纵是生死道消，我哪吒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起来吧，无为3界天帝若真有战事，自当首当其冲，哪有让你送死的道理？好，这番话深得我姚某的心。这天地换得好，换得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里好生热闹，俺老牛也来凑个热闹。谁？牛魔王，是你？你不是已皈依灵山了吗？来此作甚？皈依灵山是没错，可灵山不是已经被天帝给灭了吗？俺老牛如今是自由身，特来瞻仰一下新天帝的无上神威。多谢天帝将我从灵山中解救出来，免受那劳役之苦。俺老牛想问一句，天帝之前所说万物生灵皆平等，无论人神妖都可在3界内光明正大立足，此话可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那我老牛想在这天庭求个一官半职，是否也可以？当然可以，我天庭用人不问出身，只看品行，只要是真心愿意造福苍生者，皆可入我天庭。但丑话说在前面，若日后让我发现你作威作福，欺压苍生，休怪我心狠手辣。在我这里，神仙的命不比凡人的命尊贵，谁敢残害无辜，便一命抵一命。俺老牛省的牛魔王见过天帝，愿为天帝重塑天地秩序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们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朕当初费尽心思招揽尔等，你们却无一人愿上天庭。这李长生什么都没有许诺，你们就甘愿为他效力？他到底哪里好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对他们下了什么妖法，摄取了他们的心魂？高高在上惯了，又何曾真正看过他们一眼？你不愿了解，也不屑去了解，又怎会知道什么叫民心所向？一派胡言！天帝便该有天帝的威严，不然如何执掌3界？李长生，你如此笼络妖魔，这天帝之位你坐不久的。上古妖族天庭便是如此，不也曾屹立天地千万年？但他们最终覆灭了。
那你且看着，我这天地到底坐不坐得住？奇怪，天庭之中哪来的蚊子？终于忍不住了吗？我可等你许久了。陛下小心！来者何人？竟敢在天庭行刺陛下！我，文道人。你就是洪荒时期本体为红芒第一凶兽血赤黑纹的文道人？正是本座。你当年吸食了西方二圣的12品功德金莲，竟然没死。只要我想逃，普天之下无人可以杀我，哪怕是圣人也不行。你这娃娃倒是有些本事，我这嘴连圣人的12品金莲都能穿透，居然没法刺穿你的肉身。太阳本源的味道，我还真想尝一尝。藏不住了？笑话！我文道向来随心所欲，所有人遇见我都得退避三舍。什么时候轮到我藏了？我劝你乖乖放开防御，让我吸个痛快，不然你会很痛苦的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蚊子就是蚊子，除了聒噪烦人，再无半点本事。找死！人去哪儿了？他的速度太快了，我的天眼也捕捉不到他的痕迹。你这娃娃有何神通，竟然能够跟得上我的急速？要知道，哪怕是妖师鲲鹏在我面前，也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。这速度太慢了，还不够资格称为极速。狂妄！说了，蚊子就是蚊子。我记住你了，你的太阳本源注定是我的，谁也夺不走。我们来日方长。打不过就想走？今日状态不佳，让你这小娃娃占了便宜。待我回去休息好了，再来找你好好算账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把我这里当什么地方了？哼，我想走，普天之下谁能拦我？又跑了！
东皇钟，这是东皇钟！该死的冥河，你又骗我！我要杀了你！看了这么久，也该出来了吧？二哥，陛下这是在和谁说话？好，既然你不出来，那我就亲自去找你。好刺鼻的血腥味，这是……冥河，我都过来了，你还不现身，要藏到什么时候？冥河，你还真是沉得住气。我在天庭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你都能忍住不出来。子道有不死贫道，他们技不如人，落到你手中是他们自己的结束。他们败了才好，我成圣的机会就更大了。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你竟敢真的找到这里来。你不出来，我便来找你。如今我来了，有什么手段都使出来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早知你如此胆大包天，我又何必谋划那么多？的确没必要，因为你再怎么谋划，终究是一场空。年轻人，我乃盘古开天辟地后，其肚脐污血所化，这幽冥血海便是我的根本。只要踏足此地，就会被无尽的污血晦气侵蚀，法力渐消，元神衰弱。你踏进来的那一刻，就注定成了我砧板上的鱼肉。李长生，你会为你的狂妄而后悔。在这里，你将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叫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冥河，你的路到此为止了。李长生，血海不枯，我冥河不灭。即便是圣人亲临，也奈何不了我。从你踏进血海那一刻，你的结局就注定了，那就是死。
这里无半点灵气，你竟敢在此强行施展法天象地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愚昧，简直愚昧至极！我的本体便是这无尽血海，任你刀劈斧凿，也不过是石子入水，能奈我何？李长生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血海不枯，冥河不死。没错。那今天我就让你这血海彻底枯竭。哈哈哈！让我枯竭？你在做梦吗？我这血海无边无际，源源不断，取之不尽，更是用之不竭。是吗？天地为炉，我身为阳，光照三界，焚尽八荒。想靠太阳吸干我，简直是笑话。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在这幽冥之地撑多久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李长生，住手！住手！快住手！我认输，别烧了！不！大师兄，俺老孙这是怎么了？没事了。这是哪里？俺记得明明在方寸山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到这里来了？这里是冥河老祖的老巢。冥河老祖？上古遗留下来的祸端而已，仗着自己是盘古毒旗的一滴污血所化，号称血海不枯，冥河不死，便为非作歹。好大的口气！那是他没有遇到大师兄你，不然有他哭的份儿。我们已经战了一场，那你们谁赢了？你说呢？这里曾经是一片血海。是俺老孙犯傻了，这血海都干了，肯定是大师兄赢了。大师兄神通广大，三界难逢敌手。师兄，那李长生仗着背后有菩提撑腰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他连天庭都给占了，把红军祖师的童子给赶下了台。这不是好事吗？师兄，这怎么能是好事呢？我们多年辛苦布置的局面，全被李长生给破坏得干干净净。昊天被赶下台，天庭正是动荡之时。你以往不是一直翻新如何往天庭渗透我灵山势力吗？没错，天庭混乱，我完全可以往里面安插我灵山弟子，待到将李长生解决后，这天庭就落入到我们手中了。就算是红军祖师，也找不出半点我们的问题。师兄，你这般大智慧，师弟实在是佩服。既然知道了，那么就去做吧。好，不过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，才不至于引起红军祖师出面？他连天庭换人都没有出现，这些更不会去管。你放心的出手。红军老师现在已经彻彻底底以身合道了。这该死的李长生如此辱我，我要让他付出毕生难忘的代价。请。你倒是有闲情逸致。你的徒弟已经被接引和准提那两个家伙盯上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里泡茶？徒弟自有徒弟的劫难，若我一味庇佑，他们终将如同温室中的雏鸟，无法振翅高飞，真正成长。说得轻巧，
你不惧接引、准提，但他们好歹也是圣人。圣人之下皆蝼蚁，哪怕你那大徒弟有通天的本领，也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。我如今已然成圣，受天道束缚，根本无法轻易出手。红军老师已经以身合道，彻底没了情感，不偏不倚，对圣人的束缚也开始渐渐松动。你还傻傻遵守着老师定下的规则，但不代表西方那二人也会遵守。他们的秉性，三界之内人尽皆知。你难道就不怕你那大徒弟某天会突然命丧当场？那也是他命中该有此劫，我亦没有办法。圣人出手，因果巨大，恐怕又是生灵涂炭一片。我不能造此杀孽。迂腐至极。好，那你就守着你这规矩，到时候你徒弟出事，你可别哭。你们都认为李长生是我大弟子，殊不知我并非方寸山最强者，我只是封住他的一把钥匙罢了。如若真的将他惹急了，凶性彻底爆发，那么即便是我也阻拦不住。接引、准提，希望你们二人别下作到那种地步，不然红军祖师现身，也难保你们二人安危。痛快，实在是痛快！这杯酒，俺老孙等了足足500年。诸位师兄，谁也别走，我们今晚不醉不归，喝他个3天3夜。哎呦，当初是谁说回了山门就要好好修行，潜心悟道呢？这才刚回来就原形毕露。哎呀，敖珠师兄，你莫要取笑俺老孙，俺老孙这不是激动吗？俺老孙可是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回到这里与师兄们同聚，今日总算是梦想成真，就不准俺老孙放纵放纵了。这猴子一直都是这副德行，他要是真能坐得住，日日清修，那可就不是我们认识的那只猢狲了。哈哈哈，正是此理。来来来，今日痛饮，莫要管那些俗事。先饮酒，先饮酒，等明日酒醒之后再谈修行也不迟。大师兄，俺老孙一直想问你，当真把那天庭打下来了，还把那玉帝老儿给赶下台了？俺老孙那会儿虽然不在，可也听说了不少。猴儿，大师兄说话岂能有假？你是觉得大师兄做不到，还是觉得他会吹牛？没有，敖珠师兄，你莫要害俺老孙被大师兄责罚。俺老孙只是没有想到，当初俺老孙没有做到的事情，居然被大师兄给做了。那俺老孙岂不是能够坐上那真正的齐天大圣了？你不是一直都是齐天大圣吗？大师兄，你就知道臊俺那齐天大圣空有名头，却无半点官为，做不得真。你现在可是天帝了，得封我为真正的齐天大圣，名正言顺管辖一方才行。好，只是封你为齐天大圣之后，不许你再整日云游四海，拜仙访友了。那是自然，500年前玉帝老儿哄骗俺老孙，才让俺老孙整日无所事事，那般饮酒作乐。现在大师兄做了天帝，俺老孙可看不得人间疾苦，要为3界众生排忧解难。如今大师兄执掌天庭，这3界算是彻底安宁下来了，没了那些烦人的东西，人与妖和谐共处，这才是俺老孙真正想要看到的3界。想要彻底安宁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大师兄还有什么忧虑不成？真正的祸害没有肃清，3界就一日不宁。那就打过去，谁敢阻挠3界和平，就得吃上俺老孙几棍。这次你们可不能再丢下俺老孙也要陪你们一同打过去。好。